2021年移民哪个国家好？移民哪个国家最便宜？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欧洲最热门的6个网红移民国家。大家好，我是燕姐，给你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订阅，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干货了。开始吧。目前呢，中国市场上申请人最多的6个欧洲国家的投资移民方式呢，我们把这个6个国家的这个投资移民叫 Golden Visa 黄金居留签证。那他们呢分别是马耳他、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还有塞浦路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6个国家呢？第一呢，他们的速度都比传统的美加澳移民国家要快。第二呢，他们的要求简单，只要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呢，都可以办理。第三呢，他们都是有移民法案支持的移民国家，合法的取得身份的项目，后期呢可以转永居或者是入籍。第四呢，有些国家可以实现3代甚至呢是4代的移民。每个国家的投资移民方式都有好几种申请方式。那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受我们中国人喜欢，也是到目前申请量最大的移民方式。好，我呢就按照最小的金额去撬动这个移民身份来排列。那么最便宜的呢是马耳他，马耳他面积31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50万，首都呢是瓦莱塔，官方语言是马耳他语和英语。那么它的最低的投资金额呢，目前是13.5万欧元，13.5万欧就可以撬动全家人的马耳他绿卡了。投资金额的组成部分分别是8万欧的购买马耳他国债融资额，3万欧的政府的申请费用，以及呢2.5万欧的律师费。其他小的那些税钱比如说零碎的钱，比如说公证费翻译费双认证的费用、邮寄费、快递费等等呢，这些费用不会超过1万人民币所以呢我们就不把它先算在内。那可能就会有人问我们移民公司的代办服务费是多少钱呢？一般呢，根据申请国家不同我们这种移民公司呢收取2到5万人民币不等的费用。所以马耳他的办理费用大概就在13.5万欧左右。以欧洲人民币现在欧洲对欧元对人民币1:8的汇率呢，折成人民币的话也就108万人民币，就可以获得全家4代人的马耳他绿卡了。那么马耳他呢，也是欧洲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实现4代同时取得永居身份的国家。好，那么你就问什么是4代呢？那用我来举例，如果呢我是主申请人，我可以带着我的先生、我的子女，那就2代了。那我和我的先生呢，还可以带着双方的父母和祖父母一起申请，那是不是就实现了4代移民呢？第二个呢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希腊的总面积是13万1957平方公里，总人口呢1100万，它的首都在雅典，官方语言呢是希腊语。希腊的投资额所有费用加在一块预算呢是27万欧元就够了。那其中呢25万欧元是申请人购买希腊境内1套或者是多套的房产，另外的2万欧元呢是购房的交易税、印花税、律师费。购房后呢，房产可以自主的出租，也可以自住。希腊呢是可以实现1家3代同时拿永居卡的国家。那么还是用我来举例呢，如果我作为主申请人，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和我先生的双方父母呢可以一起申请。那么费用最省排名第3的呢是塞浦路斯它的面积是9251平方公里，人口呢123万，首都呢是尼科西亚，官方语言是希腊语，通用英语。投资的总成本呢，最低大概在35万欧元左右。那其中呢，30万欧元是买房，3万欧呢是当地银行的存款，2.5万欧左右呢是购房的税费和律师费。塞浦路斯呢也是可以实现父母3代同时拿到永居卡的国家。那费用排名第4的呢，国家是葡萄牙。葡萄牙的面积是9万2225平方公里，人口呢是1028万，首都呢在里斯本，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移民总金额呢是40万欧元。
这个组成部分呢是35万欧元呢是认购移民局批准的这个基金，或者呢是购房款。如果买房呢，如果购买移民局批准的基金呢，还需要支付4万欧元的基金的发行费和1万欧元的律师费，总金额呢就是40万欧元。那如果是通过购买房产的方式来办理移民的话呢，发行费就没有了，但是呢是有购房的交易税和印花税这些费用呢大概在2万8欧元左右。那另外呢还有7500欧元的律师费，总的费用呢大概在38万欧元左右。那葡萄牙它也是可以实现1家3代移民的国家，但如果父母一起要申请的话呢，父母的年龄呢是需要超过65周岁以上的。那如果父母的年龄没有到65周岁呢，是需要提供经济上是依赖子女的证明材料的。费用最省排名第5的国家呢是西班牙。西班牙的总面积是50万5925平方公里，人口呢是4673万人，是这些国家当中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首都呢是马德里，官方语言呢是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是除了英语之外第2个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那么给全家办理西班牙身份的投资总金额呢，大概在57万欧元左右。其中50万欧元是购房款，可以购买西班牙境内任何城市的房产1套和多套都可以。购买的类型呢是不限的可以是住宅，也可以是商铺，当然也可以是别墅那购置房产的税费呢，需要6.4万欧元左右，律师费需要6000欧左右，那总金额呢就是57万欧元。西班牙也是可以实现3代移民的国家，但是如果呢夫妻双方的父母要一起申请的话呢，也是需要证明父母在经济上是依赖子女的。那么在这6个国家当中投资金额最贵的国家呢是爱尔兰。爱尔兰的总面积呢是7万平方公里，人口呢是492万人，首都呢在都柏林，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这几个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那投资移民的最低金额呢是44.71万欧元，其中的组成40万欧元是捐款，2.3万欧元呢是律师费还有2.41万欧元呢是项目管理费。那么如果觉得爱尔兰捐款捐掉40万欧元可惜，那爱尔兰还有一种投资方式呢，是投资政府批准的私募基金。这种方式的投资总金额呢在104.1万欧元，其中100万欧元是投资款，3万8千欧元呢是项目管理费，律师费在3000欧元。那100万欧元的投资款呢，投资期是4到5年，投资期到期以后可以赎回。以上呢就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申请人最多的6个欧洲国家。那现在呢，大家对于拿一个欧洲身份获得的最低的成本是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了那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移民公司还要收取大家大概2到5万不等的移民中介服务费。那这些费用花在哪里呢？一个呢是要为大家制定方案给您选择最适合您家庭的一个移民的目的地国家。第2个呢，要为大家呢去准备材料那么还有呢，要为大家提供20项后续的安家服务这些安家服务包括将来的报税孩子的入学或者是房屋的装修或者是买家具或者是换卡将来还要申请永居和护照甚至一些换一个小的煤气灶或者是买一个电话卡这些呢都是我们将来会为您永久性的做好这些事情大家觉得这个费用我们收的应该不高吧？那稍微插播了一段小广告那大家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些优质的服务呢，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最后我们要分析一下这6个黄金居留项目，首次拿到的是短期的居留卡、长期的居留卡还是永久绿卡的？我们还是从马耳他说起。马耳他呢，首次申请拿到的是全家的永久绿卡。那绿卡呢是5年有效期的，5年以后所有的申请人登陆马耳他一次，重新拍照，按生物指纹呢，就可以更换永久绿卡了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那希腊和马耳他一样，也是呢直接拿到5年期永久绿卡的。
5年后呢，只要申请人名下依然有一套或多套购买的总价格在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呢，就可以更换全家的永久绿卡。那第3个呢，我们说一下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啊是直接拿到的，也是永久绿卡，但是它这个绿卡很特殊啊，它这个绿卡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呢，需要每2次登陆一次塞浦路斯。那逗留的期限是没有要求的啊，所以呢，您在国内外居住啊都没有限制。第4个呢，我们说一下葡萄牙。葡萄牙首次拿到的不是永久绿卡，那疫情前呢，首次拿到的居留卡是1年期的黄金居留卡。目前呢，疫情期间呢，移民局给申请人的福利啊是直接给到2年期的居留卡。那么之后呢，每2年更换一次居留卡。那么在持有居留卡5年以后啊，移民局给予申请人2选1的权利，那直接可以入籍或者呢更换永久绿卡。更换永久绿卡和更换护照啊，也就是入籍的条件呢是一模一样的，都要求申请人啊已经持有了5年期的居留卡。另外呢，需要申请人啊有葡萄牙语 A2 的考试成绩。那么在持有居留卡5年期间有没有居住要求呢？有啊，需要每2年呢更换居留卡的时候啊，累计住在葡萄牙满14天啊，这个要求不高啊，度假带着全家人度假2周就可以。那么目前葡萄牙的永居卡和入籍啊都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啊，那么中国人也有了很多的案例。那葡萄牙呢是这些国家当中唯一一个申请绿卡需要语言要求的国家。A2 的葡萄牙语难不难考呢？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难。欧洲的语言啊分成 A 等初级、B 等中级、C 等高级啊3个等级，每个等级当中呢又分成1、2两个等级。那比如啊，葡萄牙语的 A2 呢，就是它的这个 A 等里面啊有初级的1级啊叫 A1，又有呢相对高一级的呢叫 A2啊，那么 A2 呢也是初级当中的高1等级的级别。那么我们考出来 A2 语言成功申请到葡萄牙语绿卡的客户啊告诉我，他说基本上啊，如果每周学习2次，每次呢2个课时，学习能力好的申请人啊，半年就可以完成 A2 的考试。那么大家一听啊，有语言考试，就觉得葡萄牙在这几个国家当中的竞争力不够。但您啊，可能不太知道葡萄牙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么几乎呢是最容易最拿欧盟护照的项目啊。大家知道欧盟法律规定，只要持有欧盟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护照，可以在欧盟27个成员国和欧洲的经济区啊，也就 EEA 有4个国家，他们是瑞士、冰岛啊、列支敦士敦和挪威啊，享有居住、工作、旅游和学习的权利。那等于呢，你拿到了一个葡萄牙的护照啊，就拿到了31个欧洲国家的国籍，是不是很值得去考 A2 葡萄牙语考试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西班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啊，首次拿到的不是永久绿卡，是2年期的黄金居留卡。那2年到期以后呢，更换5年期的黄金居留卡，之后呢，每5年更换一次。申请人啊，可以每5年更换黄金居留卡，也可以呢，在持有居留卡5年之后呢，申请永久绿卡。那申请永久绿卡呢，有没有居住要求呢？有啊，这个是西班牙呢，是申请永久绿卡在这些国家当中居住要求最高的啊。它要求在申请前5年呢，累计在西班牙住满4年零2个月啊，等于啊每年不能离境超过2个月哦。所以，那么它的好处呢是没有语言的要求。好，最后啊，我们来讲讲爱尔兰。爱尔兰呢，首次拿到的是2年期的黄金居留卡，那么到期以后呢，更换3年期的黄金居留卡。更换居留卡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年要登陆爱尔兰1次，逗留的时间呢是没有要求的。那持有黄金居留卡5年以后呢，就可以更换永久绿卡了，没有语言要求。那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好奇，
爱尔兰凭什么要40万欧元的捐赠，或者要100万欧元认购基金那么昂贵的要求？因为爱尔兰有这几个国家没有的优势。第一，爱尔兰是这些国家当中唯一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第二呢，爱尔兰是这6个国家当中人均 GDP 最高、人民最富裕的国家。第三，爱尔兰是目前美国硅谷新兴的产业选择欧洲总部的首选，因为爱尔兰的税负非常的低，公司所得税只有12.5%，所以呢，将来全家移民爱尔兰以后，孩子在那里上学、就业的前景非常的广阔。第四呢，爱尔兰转绿卡非常方便，没有附加条件。好，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这6个国家当中适合哪些中国人申请呢？国内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钱呢不是特别多，有一点存款200万、300万人民币的存款，这一个人群呢一般都会选择马耳他，因为马耳他呢确实在这几个国家当中首先呢它是英联邦、欧元区、欧盟国、申根国4位一体的国家，投资金额最低，所以追求最低投资额的人群呢会选择马耳他。那么哪些人会选择希腊呢？是追求高性价比移民的人群，考虑呢投资和移民结合起来，或者呢是冲着海外投资去的，顺便拿一个身份。客户考虑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处于一个高点的位置，再加上政府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再的稳定房价。那么投资人呢会考虑处置一些中国的房产，分散投资鸡蛋呢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更换成欧元计价的不动产。同时还能通过这种稳健的投资呢，满足全家3代人的永居身份的需求。葡萄牙的投资人群是哪一些呢？葡萄牙它的投资人群呢，比马耳他和希腊人群要更有钱一些，但是呢，够不上爱尔兰那个档次的，一般呢就会做葡萄牙。同时呢，这个往往做葡萄牙的人往往是看重的是将来葡萄牙能够拿到护照，等于呢拿到了欧洲31个国家护照的这个潜力。自从2018年以后呢，葡萄牙出台了新法案，申请入籍这个条件呢越来越宽松。那么又随着呢2019年年底开始有了入籍的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以后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申请葡萄牙的投资移民。很多申请人觉得葡萄牙的投资风险低，金额适中，花了很少的钱就能够拿到欧盟护照。从这点上来说葡萄牙移民真的是性价比超过了所有项目。那么西班牙购房移民的投资人经济实力呢和葡萄牙移民的人群是相当的。那么哪些人要花比葡萄牙还要贵个10万欧元左右选择西班牙呢？往往是钟情于西班牙将来打算去养老的人群，因为西班牙的气候特别适合养老，美食又多，物价又低拥有欧洲最多的蓝鳍海滩。那么既有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这样的现代化艺术气息浓郁的欧洲城市，又有南部马拉加这样的著名的度假城市，那又有呢中部塞维利亚这样悠久历史的古城。西班牙真的是可以玩上1年都不重样同时西班牙也深受足球爱好者的男性的投资人的喜爱毕竟西班牙有这个皇马和巴塞。好，那么爱尔兰移民人群它是哪些人呢？它首先是所有项目当中最有经济实力的那一部分人群，同时是有英国情节的客户。爱尔兰做的最多的呢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还有呢大量的高净值的中国的大陆人家庭。另外还有一些原来办理过东欧的像匈牙利移民的，甚至呢有美国绿卡的客户呢，也觉得呢美国税务高，
家庭中呢有一个成员往往会放弃美国身份，那么转而呢持有爱尔兰的身份。同时申请爱尔兰的客户中呢，往往很多看重的是爱尔兰教育的人群。毕竟爱尔兰有著名的和牛津、剑桥齐名的3一学院，我们把它叫做欧洲的3驾马车。那么塞浦路斯呢，这个国家就很特殊了因为塞浦路斯它不是申根国，所以拿着塞浦路斯的绿卡去其他欧洲国家依然要签证。所以塞浦路斯绿卡现在申请的客户群体是很少的。但是塞浦路斯有一个杀手锏它有一步到位的护照项目，可惜呢，在2020年11月份被迫叫停了。那塞浦路斯虽然它现在不是申根国，但是它是欧盟成员国，所以塞浦路斯的一步到位的护照项目曾经受到众多的超级富豪的青睐，总投资金额达到了230万欧元，依然是供不应求我们行业内呢，把塞浦路斯护照称为呢移民身份的爱马仕我呢相信它以后呢一定会再次开放毕竟它是一步到位拿欧盟护照的项目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目前最受欢迎的、申请量最多的6个欧洲国家的投资移民的项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资金实力呢去判断适合申请哪个国家。那比如呢，你最低金额，你呢想以最低金额拿欧洲绿卡的孩子呢，享受英式教育的，那就可以选择马耳他。如果经济实力足够可以选择爱尔兰。如果想要呢投资顺便拿身份，可以选择呢希腊、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如果看重低成本拿欧盟护照呢，那肯定是葡萄牙。这些国家最大的好处呢是不需要居住，不影响国内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用得着身份的时候拿来即用，就是这么方便，而且呢是非常安全的投资方式既做了资产全球配置，又做了身份规划，还能完成孩子的教育规划，自己和父母的养老规划，一举4得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那我呢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希望我的每一期视频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我觉得呢我说的不错订阅我的频道我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更新。谢谢大家，我是燕姐，关注我，给你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我们下期见。